思玲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在这大千世界中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她和老公巨婴是同校毕业的，在命运的牵引下，两人终成眷属。结婚那天本该是幸福的时刻，但证婚人突然的一句话让她惊呆了：你准备好迎接儿媳妻了吗？思玲茫然四顾，寻求亲友的目光，在他们安慰的眼神中，她终于鼓起勇气答道：我愿意。转眼间蜜月结束，思玲回到了工作岗位。第二天就是婆婆的生日，小姑子美英发来了提醒的消息，还顺便提了个小要求，希望思玲能煮点海带汤。出于孝心，思玲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美英趁机又说，记得加点明太鱼干，婆婆特别爱吃。思玲担忧第二天起不来，就和巨婴一起去了婆婆家过夜。她还特意买了鲜花给婆婆，还现场切了水果献上殷勤。婆婆虽然表面关心，但显然心里只有她儿子巨婴。看到巨婴累倒在床上，婆婆立刻催她去睡觉。思玲本想一起回房，却被婆婆热情地留了下来。婆婆就开始夸奖她儿子多么出色，思玲只能忍着困意，陪着婆婆聊到深夜。第二天，思玲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宴席，她本想叫巨婴一起帮忙，谁知巨婴累到睁不开眼。没办法，思玲只好自己忙活，因为她不太会做饭。她用的是预先准备的半成品，但煮海带汤时还是下了点心思，按照美英的嘱咐加了明太鱼干。这时思玲想起了自己过生日时巨婴给她准备的那碗海带汤，沉浸在那份幸福中。她怎么也没想到那汤是巨婴为哄婆婆才煮的。她偷偷地把汤带出来给她。这一切的回忆让思玲的早餐赢得了家人的一致好评。但让她郁闷的是，喜欢明太鱼干的其实是美英自己，思玲却没法直接揭穿美英的小把戏，只能默默忍受这场小闹剧，一言不发地吃完了早饭。她和她的婆家还在尴尬的磨合，聊天时她总是插不上话，只好忙着削水果来打发时间。这时候妈妈发来的短信让她感觉好多了。妈妈担心她在婆家不太自在，发信息来鼓励她。心情好转的思玲积极地分发水果。正当她准备坐下的时候，婆婆又让她去收拾餐具。虽然婆婆让她也吃水果，但作为新媳妇，她不好意思就这样把碗筷扔到水槽。思玲只好忍着不适完成家务。当她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时，发现只剩下几片被吃剩的水果。婆婆不想浪费，让思玲把剩下的水果吃完。这一连串的经历让思玲心情很复杂，她忍不住向朋友抱怨这一切。面对初为人妻的她，朋友向她解释了什么是儿媳期。一旦开始儿媳期，就特别渴望得到婆家的认可和赞赏。这个期限因人而异，通常1-2年就会过去，有些人可能要10年，甚至有的永远不会结束。思玲深有感触，每次去婆家都不能安心休息，必须做家务才能感到心安。聊到一半，朋友小慧迟到了。小慧坦白今天要见男方父母，她不知道怎样表现才能赢得对方家长的喜爱。思玲惊讶地意识到小慧的儿媳期甚至还没结婚就开始了。她虽然感叹，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当时的思玲天真的认为，只要她表现得好，就能顺利通过儿媳期。第二天是婆婆的生日，过去她每个节日都和妈妈一起过，少了人陪，难免感到孤单。然而巨婴的家是个大家庭，恋爱时她就承诺，过节时会非常热闹。自那以后，思玲开始对婆家生活充满期待，但现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在餐厅里，因为堵车，思玲和巨婴迟到了。等他们到的时候，婆婆夸奖了思玲准备的宴席。这时候慧玲发觉了点不对劲，她觉得准备宴席不应该是思玲的责任。她的话里透着对美英和巨婴没帮忙的不满，这话把气氛冻结了。尴尬的时候，迟到的思玲和巨婴打破了僵局。思玲不好意思地向慧玲道歉，怕她饿了。慧玲反而安慰思玲，两人相处得很融洽。生日聚餐正式开始。听说慧玲快生了，婆婆担心影响大儿子巨日的工作，餐桌上刁难慧玲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慧玲告诉婆婆她会自己处理，让她不用操心。事后思玲好奇地问巨婴，慧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巨婴有点难以回答，他觉得慧玲是个好人，但她确实很有主见，全家都有点拿她没办法。另一边，慧玲和巨日也在聊思玲。巨日觉得慧玲和思玲性格真不一样，思玲因此想到自己的儿媳生活，如果去年她没能摆脱，现在的生活肯定很惨。回到去年中秋，慧玲和巨日去婆婆家，寒暄过后，慧玲感觉自己扛不住婆家人的态度了。婆婆当然的要求她回去帮忙做饭，其他人却都闲着。慧玲受不了这种不公，直接说大家太过分。婆婆理所当然地认为身为媳妇的自己要回帮忙煮饭，其他人却什么都不用做。慧玲忍不住怒气离开了，留下巨日收拾残局。原来他们有过约定，如果每次节日只有他们忙活，就不在一起过节了。婆婆公公很不满慧玲，巨日却坚决支持慧玲。他觉得作为家长有责任照顾好她。既然这样，
以后节日就不让慧玲过来了。这次经历让慧玲彻底摆脱了儿媳角色，但思玲的难日子刚刚开始。巨婴对思玲却很有信心，他信心满满的说，思玲绝对不会像慧玲那样对待父母。这天，小姑子美英正忙着网上抢购衣服，婆婆让她顺便给自己也抢一件。这么一打岔，美英没抢到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气得直接把婆婆赶出房间。第二天，美英陪婆婆逛商场，二话不说就给婆婆买了一件她挑中的衣服。美英的婆婆乐得合不拢嘴，到处跟人夸她和美英就像亲母女。思玲这边正忙得焦头烂额，看到备忘录才意识到今天是公婆的结婚纪念日。思玲正犯愁，不知道该准备什么好。这时婆婆打来电话，思玲只能一边听婆婆絮叨一边做笔记，感觉今天工作没法完成了。思玲急忙抓紧时间询问结婚纪念日的计划，婆婆客气地说不用麻烦，让她赶紧回去工作。这时思玲突然想起巨婴曾经说的话，正是因为慧玲的我行我素，巨婴特别感激思玲的细心，这让思玲心软了一下。她告诉婆婆晚上会和巨婴一起回家庆祝。晚上，思玲夫妇如约来到了家里，吃饭时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，婆婆对思玲的区别待遇明显可见。思玲尽管心中有数，却并没明显表现出来。结果婆婆一次又一次挑战思玲的底线，因为担心巨婴的伙食，思玲只好取消了自己的行程。她无法认同婆婆的这种想法，但作为晚辈，她无法反驳。离开婆家后，思玲累得一动不想动，巨婴看出来了，体贴地给她按摩。这时思玲忍不住抱怨起婆婆来，记得美英出差时，婆婆对她可是关怀备至，轮到自己却是另一副态度。真英本想说她妈也曾给思玲送过礼物，但思玲记得非常清楚，婆婆送的只是一条围裙。最让思玲郁闷的是，巨婴得知后竟只是吐槽婆婆的审美真糟。思玲气呼呼地和朋友们抱怨这件事，朋友们都表示同感。好友如珠对这种婆婆也是怨言颇多，趁机把婆婆的种种神操作说了出来。婆婆一打电话过来，如珠马上就摆出了一副笑脸。然后思玲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听说，她老公上个月被裁了，现在天天就知道在家打游戏。看着那位匆忙回家的朋友，思玲想起了托尔斯泰说过的话，幸福的家庭都是那么相似，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幸。恋爱时的思玲和巨婴简直如影随形，无论风吹雨打都挡不住他们的约会。巨婴确实挺喜欢雨中散步的浪漫，但他更喜欢雨天躲在被窝里的惬意。他们还约好了结婚后要一起在家宅着听雨声。回忆结束，思玲泡了杯咖啡，悠闲地看着雨景。这种日子里，思玲只想和巨婴宅在家里，却被小姑子美英的电话打扰了。美英打电话提醒他们晚上要回家祭祖。这时思玲突然想起今天还要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周岁宴，巨婴提出分开行动，让思玲先回家准备祭祀，他先去周岁宴露个面再赶回来，尽量早点回家帮忙。初听没什么问题，但思玲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。他连祭祀的爷爷都没见过，他这不是在帮巨婴忙吗？巨婴怕思玲不高兴，赶紧说自己会包揽所有事，可结果却不如人愿。巨婴的承诺最终没实现。一开始巨婴是打算亲自准备祭祀的，但婆婆不让她动手，而且参加祭祀的叔叔一直拉着巨婴喝酒，巨婴左右为难，最后还是没能守住约定，加入了喝酒的队伍。思玲也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忙前忙后。婆婆看在眼里，趁机批评大嫂慧玲没来帮忙。另一边，慧玲带着大肚子做完家务，累得直喘气。巨日看得心疼，小心翼翼地扶她坐下。慧玲一直挂念着祭祀，担心不去会被责备。巨日却觉得慧玲快要生了，没必要非得回去。她已经跟婆婆说明了。看到巨日这么体贴，慧玲终于松了口气，不像慧玲能轻松摆脱压力。思玲在婆家感受到的每一刻都很难熬，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出婆家就忍不住跟巨婴吵架。巨婴找借口说如果她帮忙，婆婆可能会认为是思玲在背后指使。这话激怒了思玲，思玲气得不轻。他们俩吵完就散场了。思玲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，想到巨婴的态度就火冒三丈。这时候慧玲打来了电话，她说自己去不了看音乐剧了，想把票给思玲。思玲以为慧玲是因为没来帮忙感到歉意，她还告诉慧玲不用放在心上。其实慧玲只是觉得门票位置太好了，不想给其他人，只好想到了思玲。至于祭祀的事，本来就不应该他们来承担，慧玲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好愧疚的。通话结束后，慧玲和思玲都感觉很复杂。慧玲确信她没错，只是担心思玲在婆家受委屈。思玲心情很烦，觉得自己在做儿媳的过程中受了不少伤害，比如被迫吃剩饭剩菜，还有像今天这样的祭祀。这一连串的事让思玲感到很迷茫，她不知道怎样在婆家维护自己。就在这时候，她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。还记得婚前和巨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他们曾经憧憬美好的未来。巨婴幻想着思玲和妈妈一起逛街，觉得那样就是幸福。
思玲却问巨婴愿意和妈妈一起逛街吗？巨婴否定后，思玲有点嫌弃地推了推他的头，说作为儿子都没做到的事，怎么能指望儿媳去完成呢？时间过去了，思玲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担忧。就在这时候，巨婴突然出现在思玲面前，说是慧玲的孩子顺利出生了，他邀请思玲一起去医院看望。思玲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嫂已经生了，他也顾不得和巨婴之间的芥蒂，急忙跟着他赶到医院。两人一到医院，巨婴急匆匆地跑去洗手间，思玲却不知道病房在哪，正想问问护士，转眼间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个大问题，他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大嫂的全名。这时候巨日路过，看到了他，等巨婴回来，巨日带着他们夫妻俩去看心事儿。之后巨婴正式向思玲道歉，他明白婆婆对儿媳有期望，希望思玲能尽量和婆婆和睦相处。巨婴坦言喜欢看思玲帮婆婆做家务，心里还以为思玲不会介意。此外，他还希望思玲能在公公婆婆前多忍耐一些。思玲听后非常生气，她借口要去看望自己妈妈，让巨婴自己回家。谁知巨婴死皮赖脸的跟着来，还想带他妈去 KTV。他妈作为丈母娘，对巨婴非常满意，高兴的答应了，确定了行程。巨婴还主动帮忙整理店铺。那天晚上，思玲和妈妈进行了一次深夜聊天，他妈在 KTV 玩得很开心，说起来都是夸巨婴的好，但思玲还是因为祭祀的事情心有余悸。想到双方家庭的差异，她觉得这很不公平。巨婴只需讨好他妈，自己却得面对整个家族。这时候他妈温柔地安慰他，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的，维护家庭和谐，忍耐是必须的。思玲现在的难处，将来都会变成她的财富。在妈妈的安慰下，思玲的情绪终于慢慢平复了。第二天，公公婆婆来医院看望新出生的小宝宝。婆婆本想帮忙照看孙子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慧玲就宣布打算请个月嫂。婆婆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她努力让自己忍耐。婆婆一气之下向公公抱怨了起来，心情很是不爽。她打算约美英一起去汗蒸放松一下，但美英正在忙于申请贷款，直接婉拒了婆婆的邀请。就在这时，思玲的电话如及时雨般打来，交流了几句后，婆婆趁机邀请思玲一起去汗蒸。思玲不太想单独和婆婆待在一起，就顺势拉上了巨婴。在汗蒸房里，婆婆很开心能和思玲夫妇一起来，周围邻居羡慕的眼光让她心满意足，婆婆的内心非常满足。汗蒸后，思玲接到美英的电话，美英觉得思玲能和婆婆一起汗蒸很不容易，打电话过来感谢她。这会儿思玲心情还不错，对婆家人的态度也软化了不少。第二天，惠利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便当来分享，同事们看到后不由抱怨起自己的老婆来，这样的抱怨自然引来了大家的不满，背后议论纷纷。在另一边，巨婴在和同事聊起自己的苦恼，主要是因为家里的祭祀活动，他在妻子和母亲之间进退两难。每当他想帮妻子做家务，都被妈妈制止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巨婴感到非常无助。思玲这边情况也差不多，她每天被琐事围绕，那些厨房里的小事让她应接不暇。同事姐姐给了她一些建议，提醒她厨房的事情都和吃饭相关，而吃饭对每个人都极其重要。不久后，姐姐被老师叫去了儿子的学校处理事情。了解情况后的上司老南脱口而出，这是他不愿和女性共事的原因。话音刚落，老南发现女同事们的表情都变了，赶紧解释补充。忙里忙外的思玲收到了巨婴发来的信息，由于时间已经很晚，他决定不等思玲一起吃晚饭了。这简单一句话让思玲感到特别失落。想当年恋爱时，巨婴经常会带宵夜陪她加班，现在却变得冷淡。思玲失落地回到了办公室，惊喜地发现同事恩智还在等她一起吃饭，感动之余不由得想起以前巨婴等她的情景。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哭了。思玲解释是因为帮老南忙才这么晚。恩智听了气得要命，开始猛烈抱怨老南的过分。加班终于结束，思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迎接她的是一桌子的乱象和熟睡的巨婴。尽管已经很晚，思玲还是先整理了餐桌，接着她又去准备出差的行李。等到思玲可以休息时，巨婴的呼噜声却让她难以入眠。心烦意乱的思玲随手玩了会儿手机，结果看到的全是朋友们晒出的丈夫贴心的动态。对比之下，思玲心里格外不是滋味，只能强迫自己尽快睡觉。她一睡，竟然睡过了头。急匆匆起床的思玲埋怨巨婴没叫醒她，巨婴却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反而指责思玲没有提前准备好出差，还埋怨她前一天晚上睡得太晚。昨晚思玲心里一直很不舒服，听巨婴这么一说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场指责巨婴没收拾餐桌。她辛辛苦苦工作一天，回到家还要打理这些烂摊子，根本就没法早点休息。两人因此大吵了一场。着急的思玲拖着行李箱出门，在电梯里
泪流满面。接下来的一件事，让司灵和巨婴的关系有所缓和。出差期间，司灵得知巨婴特地带同事去了他妈的店里聚餐，这事连司灵自己都想不到。他一边惊讶，一边非常感激巨婴的心意。之后，都姐给他讲了一些夫妻相处的秘诀，比如觉得在婆家做的太多家务，可以让老公写份保证书，答应以后包揽所有杂事。听了都姐的建议，司灵灵感一现，为了维护夫妻和谐，他们立了3条家规：每次从婆家回来，巨婴必须做全部家务，公平参与双方家庭聚会，定期约会，吵架不过夜。这些简单实用的规则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难得下周他们都空闲，巨婴就提议一起去酒店放松一下。司灵心中正有此意，他立马向巨婴展示了他心仪的酒店。这时慧玲来邀请他们参加阿雅的百日宴，看了日期不冲突，司灵马上答应了。转眼就到了他们出游的那天，司灵正精心打扮着，电话铃响，是婆婆突然让她回家。司灵不想被人打扰，她撒了个谎说自己在外地出差，拒绝了婆婆。拒绝了婆婆后，他们享受了一段难得的2人世界。巨婴在酒店准备了一场生日惊喜，沉浸在幸福中，司灵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热恋时光，但她不知道婆婆其实是想给她庆生。美英在社交媒体看到司灵秀恩爱，给了她一个赞。婆婆不想浪费食物，想送点给美英。美英刚和丈夫折竹吵架，不想让人过来，她说自己明天会回去拿。第2天，美英如约回到家，婆婆一边整理食物，一边埋怨司灵周末出差。心里不安的美英偷看了司灵的社交主页，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外面约会。婆婆知道后简直不敢相信，她责怪司灵把她想成了那种反对夫妻约会的老顽固。这时候，司灵因为欺骗婆婆而感到内疚，她向巨婴坦白了整件事。正在这时，婆婆的电话来了。巨婴觉得不是大事，相信婆婆会理解司灵，她没太放在心上，把手机放到一边。没想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婆婆连续打了3通电话，司灵吓得不轻。司灵鼓起勇气回了电话，电话里婆婆已经知道了她撒谎，没办法，司灵只好亲自去道歉。巨婴急忙解释说他们是定期在外面约会，但婆婆根本不听这些，她只想知道司灵为什么要骗她。司灵没辙，只能任由婆婆训斥。之后，司灵收到了美英发来的道歉短信，真相大白，原来是美英向婆婆打的小报告。司灵突然想起慧玲曾提醒过她，不要和小姑子互相查看对方的账号。心里懊悔的司灵赶紧注册了一个全新的社交账号。1周后，阿雅的百日宴按计划举行。为了讨婆婆的欢心，司灵特地开车去接她，可婆婆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在宴会上也没给好脸色。婆婆一直偏心，看到巨日忙着照顾宝宝，慧玲却什么都不做，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婆婆挖苦地说看孩子是女人的活，还批评慧玲不负责任。这时候，巨日主动分享她的育儿经验，帮慧玲摆脱了尴尬。谁料长辈们马上开始聊起了生2胎的事，他们希望慧玲再生一个男孩。慧玲听不下去这种重男轻女的话，抱着阿雅离开了餐桌。慧玲一走，轮到司灵和她老公成为催生的目标。巨婴信心满满的说他们正在努力，这让毫无准备的司灵感到很不舒服。那晚，司灵在2个账号上都更新了参加百日宴的状态，大号发的是给家人看的官方言论，小号则是他倾诉心声的地方。他在小号上吐露成年人的苦楚。中秋节前夕，司灵夫妇提前到婆家过夜。第2天一大早，婆婆切菜的声音把司灵吵醒，因为他们约好了一起起床干活。司灵本想叫醒巨婴，谁知巨婴睡得像死猪一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司灵无奈，只好独自起床。这时，婆婆正忙着准备祭祀用的食材，正好叔叔一家也来了。婆婆让司灵和表嫂一起帮忙准备食材。这是司灵第一次和表嫂单独相处，2人独处时难免有些尴尬。巨婴起晚了，想来帮忙，却被婆婆拦下。婆婆不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参与家务，直接把巨婴赶走了。虽然司灵早就习惯了婆婆的偏心，但内心还是感到难过。表嫂默默看着，什么也没说。不一会儿，巨婴家的亲戚几乎都到齐了。奇怪的是，来的都是不干活的男人和小孩。二叔看到忙碌的婆婆，专门过来道谢。谁知公公却觉得这是婆婆应该做的。婆婆虽然没反驳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祭祀结束后，司灵累得腰酸背痛，她忙着应付满屋子的亲戚，让司灵多休息一会。巨婴贴心的替她按摩解乏。因为今天是中秋节，司灵跟林妈打个招呼，说完饭后她会和巨婴一起回去。司灵觉得不好意思待太久，发完消息就离开了房间。她刚走出房间，就被餐桌的布置吓了一跳。男人们坐在大桌，女人们坐在小桌，这种泾渭分明的场景让她想起了以前的老电视剧。最让司灵困惑的是，婆家口头上讲男女平等，实际上却完全相反。饭后，巨婴主动帮忙表嫂收拾碗筷，表嫂一回头，发现家里的男人都在沙发上休息，只有自己的女儿多英在擦桌子。这一刻，
表嫂想起了今天所遭遇的种种不公，愤怒地带着多英离开了。这段小插曲让其他亲戚也纷纷告辞，来替他们的是迟到的美英和哲珠。婆婆为了招待女儿和女婿，让思玲帮忙准备饭菜。思玲一直在想着一个人过节的林妈，对自己未能兑现承诺感到难过。幸好巨英记得这件事，及时向婆婆告辞，但婆婆的态度让思玲感到很失望。婆婆不高兴巨英这么照顾她妈，要求他们以后提前1周过来，以免耽误家里的事。尽管经历了这些，思玲还是和林妈顺利团聚，但对婆婆的不满越来越深。夜里，婆婆叫他们回家和美英夫妇一起吃饭。思玲累得不想再见婆婆，她告诉巨英自己回去也只是为了做饭，还不如留在家里休息。巨英没想到思玲对做家务这么反感，她心里不爽，干脆离开了。思玲一个人蜷缩在床上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巨英事后回想起思玲对家务的抵触，还有那些因病没有参加祭祀的婶婶们，觉得身边的人都很自私。巨英回到家，发现美英夫妇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。哲珠被家人叫回家吃饭，但美英不想再去婆家。美英认为巨英给哲珠做了错误的榜样，责怪她不该回来。思玲因为不舒服起床吃药，她看着桌上的全家福，又想起婆婆不允许她节日回娘家的事，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反驳婆婆。这时思玲无意中找到了丢失的婚礼录像，那时的她对婚姻充满了憧憬，没想到婚后的生活会这么艰难。录像快结束时，思玲惊讶地发现证婚人曾问她是否愿意熬过儿媳期。思玲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，她重新播放了那个片段。那时候林妈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打断了思玲的沉思。婆婆忙了一整天，不想做饭，打算点外卖解决晚餐。公公却嫌外卖不干净，催她赶紧去做饭。丈夫瘫在沙发上，只等着吃饭。婆婆气得不行，决定出门散散步。那晚大家的心情都特别糟糕。巨英还不知道父母吵架了，她回到家看见公公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巨英有点无聊，随口问他为什么没和婆婆一起去散步，才知道是因为点外卖的事儿他们吵了架。想到婆婆辛苦，巨英感到很心疼。谁知公公的一句话让巨英气得不行，他说如果你能把思玲带回来就好了。巨英忍不住为思玲出头，思玲难道就只负责做饭吗？巨英越想越气，实在待不下去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表嫂的婚姻生活也不怎么样。他们结婚后一直和公婆住一起，婆婆总是插手教育问题，让表嫂很疲惫。但表哥的看法却不一样，他觉得有公婆帮忙做家务带孩子，不太愿意搬出去。另一边，美英因为不想回婆家，和哲珠大吵了一架。巨英路过时不小心听到了他们吵架，这一刻她终于明白思玲在婆家有多累，愧疚地赶回家。巨英走后，美英和哲珠的争吵还没结束。哲珠已经1年没工作了，家里的开销全靠美英一个人扛。美英一边焦头烂额，一边还得应付婆婆的种种要求。美英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借机提出离婚。哲珠以为是因为钱的问题，觉得美英与他过不去。他认为创业期间偶尔没钱很正常，可他不知道美英在意的不只是钱。哲珠以前从他家借过一笔钱，但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哲珠一点还钱的意思都没有。最后美英揭开了所有的伪装，这让哲珠恼羞成怒，竟然打了他一巴掌。哲珠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丈母娘看到，两人对视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尽管婆婆对媳妇刻薄，但她非常疼爱女儿美英。得知美英买不到腌菜，婆婆就买了白菜自己腌。美英觉得过意不去，一边帮忙腌菜，一边感叹家务活有多辛苦。事后美英给婆婆留了一个红包，婆婆边看边流泪，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厨房乱糟糟的她也不管了，只想知道美英在婆家是不是真的那么辛苦。想到女儿被打的那一幕，心疼的马上把她接回自己家。在婆婆的连番追问中，美英终于说出了全部的苦水。结婚没多久，哲珠的生意就遇到了麻烦，投资人突然撤资，哲珠不得不到处借钱救急，他们的房子也被迫抵押了，只能搬到一个小单间里去住。美英明白创业的艰难，但是她怎么都想不到，哲慧在遭遇打击后一蹶不振，不仅整天沉迷游戏，还经常对她大发雷霆。考虑到哲珠的处境，她还是尽量忍耐，但时间久了，任谁都受不了这样的日子。美英感觉自己从结婚到现在没有一天快乐过。说到这里，母女俩都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在思玲这边，她收到妈妈的电话后立刻赶到小区门口，原来是妈妈特地来送腌肉，因为前一天已经见过，妈妈不想打扰，本想匆匆离开，这份关心却没被理解。思玲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，她想让妈妈上来坐会儿，但妈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留下东西就急忙走了。晚上婆婆想到美英的处境，后悔当初没让她继续读书，如果美英继续深造，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婆婆心中感慨万千，害怕自己变成那种刻薄的婆婆。她决定给思玲打电话，对思玲不来吃饭表示理解。
告诉她在家好好休息。收到电话的思玲心情复杂，难以平静。她决定出去喝杯咖啡放松一下。咖啡店里却听到了很多重男轻女的话。思玲感触颇深，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，怎么熬过这段难熬的儿媳日子呢？另一边，巨婴找不到思玲在哪儿。电视上放着婚礼录像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录像中，思玲回忆起大学的点点滴滴。她说在巨婴身边总感觉特别安心，希望将来也能一直这样幸福。巨婴看到这，愧疚感油然而生。婚后的日子里，他觉得自己只给思玲带来了伤害。看着录像中思玲的笑容，巨婴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他们曾是大学同部门的同学，为了组织部门的团建活动，两人一起去寻找合适的民宿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和民宿老板达成了协议。他们坐在院子里等着签合同。巨婴没事做，戴上耳机准备听歌。思玲也坐不住，跑过来凑热闹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思玲身上，她微笑着唱歌。巨婴被深深打动，可惜这份心动还没来得及发展，就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思玲男友突然打来的电话让巨婴瞬间清醒，她为了避嫌往外挪了挪。团建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思玲因为补课迟迟未到，现场气氛一度很低迷。谁料下一秒思玲突然出现，看到思玲淋雨的样子，巨婴偷偷打开了暖气。玩乐结束后，思玲想找人陪她去厕所，因为厕所离民宿有点远，思玲找不到人陪，只好一个人走出民宿。这时候巨婴假装也要去厕所，贴心的走在前面给思玲带路。思玲走在巨婴宽阔的背后，感觉特别安全。7年后，大学毕业的思玲变成了单身狗。缘分使她在书店偶然遇见了巨婴，结果看见巨婴身边有个女生，思玲误会他们在约会，不想打扰，就悄悄离开了。临走时，她似乎听到巨婴叫她的名字，思玲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没有犹豫，直接离开了书店。但两人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当天晚上，巨婴终于鼓起勇气给思玲发了消息，这正是思玲所期待的。两人已经多年未见，一切都已经变了。巨婴澄清那女孩是他妹妹美英，思玲这才松了口气，误会一解。思玲和巨婴聊得越来越投机，聊得停不下来，聊到天明。在巨婴的积极追求下，他们很快成了情侣，过往美好的记忆也随之尘埃落定。可婚后的生活依然乱糟糟的。巨婴在咖啡馆找到思玲，向她为一切道歉，但此刻的思玲怨气满满。她从巨婴家的男女分桌习俗抱怨起，把所有的委屈都道出来了。她辛辛苦苦为美英夫妇准备饭菜，不仅未被婆婆理解，连回娘家的事都要遭受各种非议。最让思玲生气的是，巨婴至今还没能理解她的委屈。她以为这种矛盾是难以避免的，思玲有不满就应该直接告诉婆婆。思玲和巨婴在观念上不合，两人最终闹得不愉快。思玲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，她心情极其糟糕，决定出去旅行放松一下。第二天，思玲向公司请了年假，她给巨婴留了一封告别信，信中说她需要时间好好想想他们的关系。思玲的突然离开让巨婴措手不及，他不知道思玲去了哪里，到处寻找她的踪迹。这时候他想到思玲负责的快闪店即将开业，想看看她是否会出现在那里。在快闪店，巨婴听到了思玲同事的谈话，同事说思玲在婆家受了不少苦，深信不结婚是最好的选择。谈话结束后，同事恩智认出了巨婴，走上前叫住他。恩智对巨婴说，思玲婚后一直很辛苦，家务事几乎把他拖垮了。巨婴完全没想到这一点，他不知道妻子默默承受了那么多，他感到非常愧疚。同时，美英向哲喜提出了离婚。公公认为夫妻吵架很正常，他责怪婆婆没能好好劝美英。婆婆觉得美英和哲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不想多解释了。婆婆因为联系不上思玲，打电话问巨婴，巨婴也不知道思玲在哪儿，她还在宿醉中，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婆婆。紧接着，巨婴喝水时看到冰箱上的约法3章，可笑的是，他一个也没做到。巨婴后悔不已，决定先从打扫房间开始，努力实现他的承诺。思玲对巨婴的改变一无所知，她独自去海边散心，把心里的郁闷全都发泄出来。巨婴开始和父母商量过节安排，因为中秋节要在家里过。过年那天，他们计划在思玲家过夜，初2再回来。巨婴觉得这个安排很公平，没想到婆婆强烈反对。婆婆以为这是思玲的主意，觉得她太计较，觉得夫妻生活没必要这么明确分家。巨婴急忙解释，以前都是思玲在忍受，现在该轮到她为这段婚姻努力了。结果反而搞砸了，一家人大吵了一场。婆婆失望地说，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们幸福，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巨婴烦躁地离开了家，正好碰上门口的美英，两个同病相怜的人，兄妹俩的糟糕婚姻让他们精疲力尽。美英回到娘家后才意识到，
婆婆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她一生都在做妻子、做儿媳、做母亲，她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结婚后的美英深有同感，但她做不到一味忍让，所以她决定和哲珠离婚。她深刻意识到，在扮演其他角色之前，她首先得是自己。美英的真情让巨婴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婚姻。为了挽回思玲，巨婴特地飞到济州岛。这次，巨婴终于看清了他们的问题。他意识到不能把思玲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。在成为他的妻子之前，思玲首先是个自由的人。虽然巨婴无法完全体会思玲的感受，但他将像以前那样，做他坚强的后盾。故事的结尾，表哥表嫂终于搬出了家，美英和哲珠分道扬镳。巨婴一直在家等思玲回来。思玲不想只围绕其他角色转，她想为自己而活。那天，思玲收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国际家具展邀请函，正巧公公的寿宴提前到了那一天，和家具展同一天。思玲鼓起勇气向婆婆说明了，她决定去参加家具展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优柔寡断的思玲不想错过公公的70大寿，她最终错过了这次机会。婆婆看在眼里，特地给思玲汇了机票钱，希望她明年能有机会去。经历了这一切后，思玲对婚姻有了新的理解。以前她总是为了爱人，沉浸在做儿媳的角色中，忘了自我。现在距离思玲结婚已经1年，忙于工作的她又收到了美英的提醒，明天是婆婆的生日，别忘了准备海带汤。思玲想亲自做，像去年一样，但工作太忙，实在没空。美英一走，思玲只好把任务交给巨婴。巨婴体谅老婆，当晚就决定和美英一起准备生日宴。婆婆不想让孩子们太累，她打算自己来，但被巨婴拒绝了。婆婆本以为今天可以多睡会儿，结果巨婴和美英找不着调料，来回跑，把她烦得不行。婆婆没睡好，一直抱怨思玲没回家。要是思玲在，孩子们就不用自己忙了。婆婆气呼呼地打电话给思玲，说以后不用她操心生日宴的事了。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给婆婆庆生，只有慧玲的女儿阿雅没来。慧玲说阿雅生病了，不能出门。尽管有月嫂照看，婆婆还是觉得不妥。她一直觉得孩子应该由妈妈亲自照顾，认为像阿雅这样被外人带大容易生病。慧玲没忍气吞声，反而回击。她笑着说婆婆养大的巨日也老生病。婆婆无言以对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这时候把话题转到思玲身上了，问思玲有没有准备餐食。得知是没有后，沈当场批评思玲没有尽到儿媳的责任。这时巨婴和妹妹站出来为思玲辩护，说作为子女的他们应该更多承担责任。他们的发言让沈无话可说。事后慧玲看出思玲情绪不好，安慰她，告诉她不必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在慧玲的鼓励下，思玲决定跟随自己的心，尽量不去在意旁人的目光。但接下来的事件让思玲刚建立的心理防线崩溃。婆婆做了一个梦，以为思玲会怀孕，而思玲根本没打算这么早要孩子。婆婆的迷信让思玲面露难色，婆婆不顾思玲的感受，强压他们要孩子。巨婴也不想让婆婆失望，提出尽快计划怀孕。思玲被婆婆和巨婴联手催生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。她借工作和财务为由，表明现在不是生孩子的好时机。巨婴理解思玲的顾虑，不再催促，但生活总是充满意外。婆婆的梦竟然成真了。思玲发现自己月经迟迟不来，吃鱼时也觉得恶心，心里隐约感到不妙。思玲最担心的是，巨婴非常渴望有自己的孩子，她看出巨婴的急切，但始终不愿讲出自己的担心。此时的思玲真是左右为难，一方面不想让巨婴失望，另一方面又不想自己的工作计划被打乱。同时，慧玲和她老公的生活也面临新挑战。原来负责照顾阿雅的月嫂，不小心让阿雅受了伤，巨日火速把月嫂辞了。但找人来顶替真不容易。夫妻俩商量后决定把阿雅送到慧玲妈妈家。婆婆知道后埋怨慧玲没把孙女交给她照顾，她对这个有主见的儿媳一直不满，却又无法干涉慧玲的决定，只能自己生闷气。这边美英的丈夫哲珠来找她了，哲珠觉得亏欠美英太多，恳求美英给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谁知道美英已经决心要结束这段关系。这时思玲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她怀孕了。思玲是真的很爱自己的工作，她的事业正处于风口浪尖。他们夫妻原本约定再过2年才考虑要孩子，可谁知道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思玲尝试了无数次验孕测试，结果都是阳性。巨婴一知道就急忙带思玲去医院，医生确认思玲已经怀孕5周了。巨婴兴奋得不得了，和郁闷的思玲形成鲜明对比。巨婴的梦想成真，他由衷地向思玲表达了感谢。人说人间悲喜不共，这话一点没错。思玲满脑子都是工作，她觉得这孩子来的实在不是时候。可面对这么一个兴奋的巨婴，她实在是开不了口。思玲对怀孕这件事真的很抗拒，长时间以来，她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紧绷。对她来说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。
即使再累，她也硬是撑着。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小事，让思玲对未来感到担忧。因为工作需要，思玲外出和客户谈判。酒桌上，她不想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，就谎称自己得了胃炎，不能喝酒。客户见状没有逼她，决定今天就吃饭了。人说做事先做人，谈事先喝酒。思玲这态度对谈判确实不利。就在气氛开始变尴尬的时候，都姐姗姗来迟，终于出现了。她看到桌上没酒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点酒陪客户喝。事后，思玲内疚地向都姐表示感谢。她知道都姐是因为孩子生病才迟到的，然后关切地问了问孩子的情况。都姐坦白说，做职场妈妈真的很难，不仅难以照顾好孩子，连工作也做不到最好。这一刻，思玲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。一天的辛苦工作后，慧玲终于回到了家，一边忙着家务，一边等着阿雅回家。他们夫妇有个协议，轮流去慧妈那接孩子。今天轮到巨日去接，谁料巨日突然说因为公司聚餐，把阿雅留在了婆婆家里。慧玲对巨日的失约感到非常不满，她认为育儿应该是夫妻共同的责任，偶尔一两次还说得过去，但巨日根本不能保证不会再违约。正当两人争执时，慧妈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慧妈给阿雅洗澡时不慎扭伤了腰，慧玲既担心也因为没人照顾阿雅而发愁。巨日感到愧疚，决定请假来照顾阿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巨日就遇到了难题。阿雅在车里哭个不停，巨日没办法，只好带她到婆婆家。婆婆看到这情况，埋怨不负责任的慧玲，但她心疼巨日，主动承担起照顾阿雅的责任。这天，思玲约了好闺蜜见面，可惜闺蜜由美因家里的双胞胎忙不过来，无法前来赴约。由美的老公临时有事，把孩子扔给了由美，由美一个人忙得团团转。思玲看在眼里，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越发担忧。有人高兴有人忧，巨婴对宝宝的到来满心期待，她还特意买了一双可爱的小鞋子。巨婴却没注意到思玲的异常，她整天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思玲的负面情绪达到了顶点，无助的她选择向妈妈倾诉。思玲本来就不期待这个孩子，她想知道妈妈怀她的时候有什么感受。回想当年，林妈满脸的喜悦掩盖不住，看到这一幕，思玲彻底崩溃了。她哭着抱住妈妈，坦白自己怀孕后心情很低落，她根本不自信能扮演好母亲这个角色。林妈深知女儿的不安，温柔地安慰她，做妈妈也不是天生的，是慢慢学会的。随着宝宝的成长，思玲也会慢慢学会如何做一个好妈妈。不要自责，只要从现在开始准备就行。林妈的母爱如泉涌，把思玲从困境中拉了出来。她慢慢开始接受肚子里的小宝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巨婴就接到了姑奶去世的噩耗，这边有孕妇，所以不能去参加葬礼。巨婴决定让思玲留在家，自己一个人去。思玲有点担心别人会问起她，她觉得拿怀孕当借口说不过去，她让巨婴换个理由，巨婴记在心里。当亲戚们问到思玲时，巨婴就谎称她单位有急事没法来。不知真相的亲戚开始埋怨思玲不懂事，说她连婆家亲戚去世都不来参加。婆婆看不下去，不忍巨婴被责骂，急忙出面说是自己不让思玲来的。这样一来，亲戚们的矛头就指向了婆婆。巨婴实在忍不了，只好说出思玲怀孕的真相。婆婆一听，立刻乐开了花，她第一时间向思玲送上了祝福，还叮嘱她在家好好休息。思玲却叹了口气，她总觉得在葬礼上公布这个消息不太合适。巨婴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生老病死自有其时。想到姑奶小时候对她的疼爱，她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姑奶留给她的礼物。思玲的心情却没那么轻松，即使是家里人的祝福，她也提不起兴趣。怀孕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工作中也常感到疲惫，连同事的喝酒邀请，思玲也只得硬着头皮拒绝。这时一直默默关注她的都姐似乎猜到了什么，她不喜欢拐弯抹角，直接问思玲是不是怀孕了。面对关心她的都姐，思玲把自己对怀孕的迷茫全都说了出来。她害怕被边缘化，也不敢太早告诉公司。都姐作为经历过的人，非常理解思玲的心情，她表示会全力支持思玲。经过几天的调整，思玲终于接受了肚子里的小宝宝。当巨婴兴奋地想给孩子起名字时，思玲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10木意味着在10月里健康成长，同时怀胎10月也意味着思玲需要在这期间学习如何成为一位母亲。巨婴觉得这名字的寓意非常好，对小10木的未来充满期待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思玲深切地体会到怀孕的不易，晚上频繁起夜，早上强烈的孕吐让她感到非常不适。巨婴非常心疼思玲的辛苦，全力照顾她的日常生活。他知道爱美的思玲一直喜欢穿高跟鞋，但为了宝宝的健康，他坚持让思玲换成平底鞋。思玲最头疼的是，上司知道她怀孕后，就想把她手头的项目转交给别人。她早就担心过这个问题，但她不愿意放弃，坚持自己能够胜任这个项目。
面对坚持自己想法的司琳，上司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司琳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，她已经受够了怀孕的种种不便，一次性向同事发泄了她的不满。她觉得这个世界对女性真是不公平，巨婴的生活却丝毫没有变化，而自己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而且婆婆在催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因为月嫂还没到岗，慧玲夫妇只能暂时把阿雅交给婆婆照顾。婆婆觉得阿雅一个人太孤单，就提醒慧玲早点生第二胎。虽然慧玲根本没有这个打算，但婆婆固执又强势，根本不给她反驳的机会。很快，这股风波也波及到了司琳。婆婆坚信一定要儿女双全才行，甚至刚怀孕的司琳也不放过。司琳以工作忙为理由拒绝了生第二个孩子。她万万没想到婆婆竟然让她辞职。婆婆直言司琳挣的不多，让她在家好好带孩子。这话深深伤了司琳的心，但她不好意思直接反驳，只能暂时忍气吞声。从婆家回来后，巨婴带回了一大堆的补品，司琳被迫喝下了那些补身体的鲤鱼汁，但因为味道太重，司琳被恶心的厉害。她急忙跑到外面透透气。此时此刻，只有咖啡的香气能让司琳缓解一下。她知道咖啡对孕妇不好，虽然不能，但至少还能享受这份香气。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让司琳感到压力山大，因为严重的孕吐，她在一个重要会议上迟到了。上司趁机再次建议让司琳把项目交给别人。关键时刻，都姐站出来替司琳说了不少好话，成功说服了上司放弃这个想法。司琳知道感恩，为了不辜负都姐的好意，她对待工作更加努力了。就在这时，司琳接到了婆婆打来的电话。婆婆虽然嘴上说着关心司琳的身体，但显然更担心的是儿子巨婴。这段时间，巨婴一直在小心照顾司琳。看到司琳因孕吐严重而不愿吃东西，巨婴在她面前也不敢多吃。婆婆发现巨婴瘦了很多，就提醒司琳多关心一下巨婴的身体。司琳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，怀孕带来的连锁反应让她感到无比烦恼。晚上，疲惫的司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，结果巨婴一回到家就开始讲胎教的事。巨婴觉得这对宝宝非常有好处，却完全忽视了司琳疲惫的身体。精疲力尽的司琳终于对巨婴发了大脾气。事后，司琳回想这段时期，因为怀孕遭受的折磨，她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。慧玲那边的情况也不怎么乐观，她无奈地把孩子阿雅交给了婆婆，但是他们在育儿观念上完全不同，婆婆还总在工作室打扰她。慧玲感到很不舒服，想把阿雅送去托儿所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巨日的强烈反对。她没见过婆婆是怎样带孩子的，却固执地认为婆婆比托儿所更靠谱。夫妻俩因此陷入僵局，阿雅还是由婆婆照顾。这天早上，巨婴被一阵窸窣声吵醒，他以为家里进了老鼠，起床一看，原来是司琳在疯狂吃饺子。这一幕把巨婴给惊呆了。要知道以前的司琳是最不喜欢吃饺子的。巨婴感慨万千，他觉得孩子太像他了，他开始更加期待孩子的到来。司琳对此却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他最近只想着工作，他担心怀孕会给同事带来麻烦。同事们虽好心想帮忙，都被他婉拒了。正在忙于工作的时候，婆婆的电话让司琳的心情更加沉重。周末要回家祭祀，司琳不想因怀孕而发脾气，她答应婆婆会回去。巨婴不希望司琳太辛苦，说自己一个人回去就行。没想到婆婆却拿司琳说事，声称是司琳自愿的，让巨婴别多操心。巨婴无奈，顺势提起美英打算搬家的事，一句简单的话让婆婆心里五味杂陈。婆婆传统的观念让她为美英离婚后的生活担忧。夜里，婆婆把私房钱给了美英，叫她去找个好一点的房子。婆婆始终认为美英的境况都是自己的错，她曾阻止美英继续深造，在美英想退婚时也极力劝她忍耐。如今看着美英辛苦过日子，婆婆心里充满了内疚。美英却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，让婆婆别太放在心上。母女俩都感慨万分，眼泪湿润了眼眶。和美英一样，慧玲和司琳的处境也很艰难，职场妈妈的艰辛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慧玲和婆婆在育儿上的巨大分歧也日益明显，阿雅的照顾让她甚至想辞职了。司琳也期待像其他孕妇一样参加孕妇瑜伽和各种胎教课程，但她的工作时间总是和瑜伽班冲突，她只好另寻他法，尽力做些能帮到小石木的事。忙碌中，司琳还要应付婆家的祭祀活动，婆家那边准备祭品总归是女人的活。巨婴看不过去，想帮忙分担，谁知婆婆和长辈们都不同意。巨婴坚持把司琳送回房间休息，结果巨婴帮倒忙，给婆婆添了麻烦。司琳听着还是忍不住出来帮忙。祭祀一结束，司琳又忙回了工作。巨婴觉得司琳太固执，明明可以让别人来做，其实司琳是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拼搏。他没想到巨婴也这样看他，气得不想多说一句话。接踵而至的变故让司琳的工作更加困难。半夜肚子疼，被巨婴急忙送医，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导致子宫积血，告诫司琳必须得好好休息。
此时巨婴想到思琳的忙碌，心急如焚，几乎崩溃。林妈听闻赶来看望，在母亲的安慰下，思琳渐渐睡去。作为单亲妈妈，林妈把所有爱都给了思琳，她实在放不下心，决定暂关店铺，留在女儿身边。身体状况不佳，思琳不得不请假。她从未想过坚持会有这样的代价，心情沉重地离开医院。在医院偶遇做试管的好友妍秀，听着妍秀的烦恼，感同身受，深感女性的生活不易。婆婆知道思琳不适，心急如焚，担心影响孙子，她熬了营养粥，想送给思琳，让慧玲早点来接阿雅。但慧玲公司有急事，巨日代替前来。巨日原以为婆婆比托儿所靠谱，直到见识了老一辈的育儿方法，这才明白慧玲的用心。阿雅这个年纪不能吃糖，看着父母随意喂食，巨日感到无力。婆婆并不知道巨日的想法，特地来看望思琳。刚到门口就碰上了林妈，思琳的身体会不会出了什么大问题，真让人担心。婆婆一听说就催思琳辞职。思琳对婆婆的这种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，看到自己妈妈为自己忙来忙去，她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夜深人静时，思琳终于向妈妈倾诉了心里的苦楚。她原以为只要努力就能面面俱到，没想到反而是一直在给家人添麻烦。有时候她甚至觉得是小石木造成的这一切。对于这样的想法，她感到非常愧疚。那一晚，思琳和她妈妈痛哭一场，巨婴在一边默默听着他们的痛苦和委屈。为了帮思琳摆脱悲伤，巨婴特意请了假，带她出去散散心。正当这时，恩智打来电话，思琳立刻振奋了起来。原来恩智接过了思琳的工作，他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头疼不已。思琳告诉他文件锁在抽屉里，他决定亲自去公司交钥匙。原来思琳最难过的是不能去上班，这一下他精神一振，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堆咖啡去慰问同事们。按计划，思琳来到了公司，但没想到恩智已经不需要那份文件了，并且他们正忙着要开会，根本没空享受那份轻松的咖啡时光。这一刻，思琳心情如过山车一般起伏，巨大的落差让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到过去。这瞬间，他甚至想要辞职。巨婴看在眼里，心如刀割。看到思琳默默的难过，他用温柔的话语和行动安慰她。他说：“你会是个好妈妈，但你不必局限于仅仅是个妈妈。”思琳和慧玲不约而同的有了同样的想法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月嫂和托儿所，慧玲考虑辞职照顾小阿雅，但巨日阻止了她。他说：“成为记者是你的梦想，而成为一个好爸爸是我的梦想。”巨日坚持育儿是夫妻共同的责任，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全职爸爸。巨日的主动牺牲，完美的解决了育儿问题。深夜，思琳接到恩智崩溃的电话，恩智坦言自己力不从心，希望思琳尽快回归。这让思琳意识到自己在公司仍然是不可或缺的，她的心情终于彻底放松。从此，思琳开始了全新的孕期生活。她决定不再硬撑，慢慢适应做个全职妈妈的角色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思琳选择放松心态，退到幕后。她终于从日常的忙碌中解脱出来。但是思琳的烦恼还没完，产后调理院的高昂费用和一堆婴儿用品的花销，让这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正当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慧玲的一句话点亮了他们的思路：每对夫妻情况都不同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行。巨婴受此启发，不再执着于给小石木最好的一切，只要尽力抚养他就够了。慧玲夫妇也向公婆表明了自己的决定，让巨日辞职来照顾阿雅。重男轻女的公公始终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责任，他怎么也理解不了他们。但巨日已经决定了，他们夫妇认为看到阿雅安全长大就是最大的幸福，恳请婆婆理解他们的决定。听了巨日的话，婆婆感觉像是被打了一拳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她因为太在意旁人的看法而忽视了孩子的幸福。得知美英打算考研，婆婆毫无保留地支持她。接下来思琳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好消息也接二连三地传来，思琳负责的项目大获成功，她还被邀请参加国际家具展。家具展是在她预产期后3个月举行，思琳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准备，可巨婴却不同意，他觉得那时小石木最需要妈妈，思琳应该留下来照顾他。最终夫妻俩考虑到还有时间，决定以后再详谈。故事的最后，思琳的产检出了点问题，她羊水偏少，无法自然分娩，他们需要尽快安排剖腹产手术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思琳心情沉重。幸运的是，她的爱人和朋友们一直在关心她。思琳在巨婴的陪伴下提前入住了医院。经历这一切后，她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。人生虽然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他们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。